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红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呢，我准备做上期视频里不起眼的小红斑，因为有部分小伙伴私信叫我盘它，可谓是火眼金睛啊。这些可不是一般的小红斑，这个都是非常稀少而且又很名贵的红玫瑰。我敢打赌单价不会低于300块钱。如果我输了，给你们邀请一位大美女来试试；如果我赢了，请把本期视频点到10万赞。走，我现在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先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先，东北林蛙，我们南方呢叫雪蛤，抓一只上来看一下啊，蛤蟆，东北蛤蟆，据说这个油非常好啊，堪比人参啊，跟燕窝差不多，肉听说也很好吃。哎呦，这才是真正的加拿大 A 棒啊！哇靠，绝了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小红斑了。问一下老板多少钱啊？老板，来，什么小红哥今天搞什么？这个小红斑多少钱啊？红斑380。380？哇，380，很惊艳吗？我靠！这也太贵了一点嘛！这是红玫瑰吧，是吧？也叫红玫瑰，这种很少的。很少啊。对。380有点偏贵，我觉得，我估计以为是300块钱这样子。300块钱我可以向你这里拿货啦，我就不用叫别人打货上来啦，对不对？那你最低价说一次吧，最低价说一次。这么熟了，一口价360给你了。350。300个锤350。350。有点钱赚吧？可以啊，350拿4只吧。360。360，拿4只，可以。要找抽是不是？就350了，好，这么小的石斑为什么这么贵哦？这种稀有的东西肯定贵的啦，比你稀有贵。哦。4只多少斤？1只1斤。这一多1斤3，打包吧。来，打包。打烊。对啊，肯定打烊了，不打烊回去。干包的话，干包可以。干包怎么可以？干包直接下锅。进去吧，兄弟。鱼给大家提回来了，很漂亮。但是刚才我加了自来水进去，这个活力不怎么行。我猜对了，这一斤要350块钱，这4条1.3斤455块钱。所以打赌我赢了，你们可千万别忘了点赞哦。这鱼的学名叫赤石斑鱼，它的主要特点是体呈红橙色，且身上有5到6条这样子的白色竖条纹，这和六代斑非常的像。而且它的嘴巴很大，眼睛也很大，滴溜的，看着超级萌。又因为它这个背鳍的边缘呈黑色，所以又被称为黑边石斑鱼，别名就多了，红玫瑰、石斑、格仔鱼、赤翼等等。据说这货能活到19岁，最长可长到40厘米，2公斤。它广泛分布于印度洋、太平洋区，可当做观赏鱼，但是需要定期的投喂活的鱼啊或者虾啊，不然它这个漂亮的颜色就会退化，就没这么好看了。不过呢，它今天既然落到了咱们的手上，当做观赏鱼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走，咱们先去把它给处理一下。刚才给它换了一下水，身上的斑纹就不明显了。接下来要把它鱼鳞给打一下哈。这个石斑鱼的鱼鳞都好细哦，这么小的石斑鱼，鱼头应该没什么鱼鳞吧？稍微给它打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鱼实在太小了，鱼鳞太难打了。可以了，给它冲洗一下。这个鱼头的鳞太难打了，打不干净，手摸过去还很粗糙。就这样子吧，先给它去一下内脏。这么小的鱼应该没什么肚子吧？内脏就这么一丢丢，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鱼肚。赚大了！你看它的肚子也超级的干净，一点脏东西都没有。把这个鱼鳃给去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鱼绝对不亚于我们那天吃的那个红瓜子斑。今天一定要拿2只来清蒸一下，肯定会非常的惊艳。这个红玫瑰真的太干净了。那剩下这2只我们来开背哈，第一次给鱼开背，从来没有开过，试一下好。开背就是这个鱼头贼难搞啊，可以了。你看这个鱼的内脏真的都没东西，这个是鱼肚，先给它剪下来哈。我觉得这个鱼来开背很好去内脏，这个鳃给它去掉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肚子好干净啊，这么干净的内脏，稍微冲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终于处理完了。那么今天这样子安排，那这2只拿来做清蒸，应该会非常的鲜嫩。那这2只我们拿来做盐烤，应该会非常的香嫩。烤箱先给它预热一下，上火200油，下火200油，预热10分钟。这个鱼先用厨房纸把这个水分给吸干一下哈，可以了。
然后要用这个锡纸把这个尾巴给包起来哈，包一下就可以了。这2个鳍也要给它包起来哈，防止在烤的过程中烤焦了。然后给它撒一点玫瑰盐，这边也要给它撒一点，拍一下。 再给它们刷一点油哈，油刷上去才能烤得焦香焦香的。好像抹的有点多了，没关系。这一面先给它烤上色哈，先烤5分钟吧。接下来把这个清蒸呢也给安排上锅哈，4个小鱼肚也给它放进去，再来点生姜，再给它盖一层保鲜膜，可以了，上锅。哇，好烫！水开大火蒸5分钟。 不对，3分钟就够了。我们先来调一点酱汁沾这个盐烤的哈，姜泥、萝卜泥、红醋、白糖，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我们去烧一点油哈，锅热倒油，油给它烧到冒烟哈，给它铺上3丝这个大葱、小葱、彩椒丝哈，淋上热油，再来点蒸鱼豉油，盐烤的鱼啊，这烤的有点丑啊。 哇，这个香是挺香的，但是我觉得烤箱它不适合拿来做烤鱼，因为它的温度达不到要求。原先说好的是烤3分钟，结果我烤了半个多小时，也只烤成这个鬼样。一蒸一烤，我现在很期待这个红玫瑰的味道。先来杯82年的清红酒压压惊哈。 我们先从这个清蒸的开始品尝啊，因为这个清蒸的有鱼肚，我最喜欢吃这个石斑鱼的鱼肚。我不知道这个红玫瑰的鱼肚，这么小的红玫瑰鱼肚不知道怎么样哈，先给你们整一块，看着还不错哦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你别小看这个鱼肚小，但是它的口感还是非常的爽脆的。Nice。接下来就试一下这个鱼肉了。 非常期待它这个肉能不能超过我们那个野生的东星斑，跟我们前几天的那个红瓜子，哇，好白嫩哦！哎呀，果然很鲜甜，但是它的口感没有野生的东星斑跟红瓜子来的好。肉质没那么嫩。 有一点点偏柴了一点，这个肉看起来也是洁白细嫩的，但是它确实让我失望了，吃起来没有那种东星斑跟红瓜子斑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它的口感果然差了一点意思，但是它的鲜甜味也很足，而且鱼皮也很爽脆。只能说总体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一点点。那剩下的这一只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。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盐烤的，我觉得这个盐烤的应该还是蛮酥脆的，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汁哈。哇，这盐烤的可以，非常的酥脆，很香，整只拿来啃特别的有感觉。但我感觉盐放的有点多了，有一点点咸。哇，鱼头都是酥脆的。这个烤的肉还是挺漂亮的，一丝一丝的，很像蟹肉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烤的很鲜香，而且烤完以后。 我感觉它的肉质变得更细嫩了，可能是我那个蒸太久了。要烤的还不错。那剩下这只烤的也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，现在我们来做个总结。我觉得这个清蒸的应该是在做法上翻车了，因为这个盐烤了很久，然后清蒸的我没有及时的出锅，所以才导致了它的肉质比东星斑跟红瓜子斑会稍微的偏柴一点点。那这个盐烤的烤箱的温度达不到，我个人觉得还不如拿来做香煎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鱼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，平均一条也要110，但是它没有给我很惊艳的感觉，所以呢，这个鱼我不是很推荐各位小伙伴尝试。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上链走一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